来吧，新玩具！今天我们来玩官方出品的这一款遗产或者名叫传世进化系列的塔恩。真的是没想到，官方现在竟然也能想着起来做这个漫画的角色，而且塔恩的人气这么高嘛，现在做出来了。但是呢，我也有想，他肯定是为下一步的重涂计划做打算，因为之前也看过这玩意儿重涂一个乌隐暗障、万代神风什么的，应该也是可以吧？应该身上还有不少的共用零件。首先来看一下坦克的形态，不得不说这一次的坦克形态的完成度还是挺高的，毕竟塔恩的变形也很简单嘛。前方的这个汤雷铲子上面还有一个霸天虎的金色标志，非常的帅气。这两个炮是可以左右摆动的，变形的需要嘛。上边的这管大炮也是可以360度进行旋转的，它下边有一个档位啊，卡一下，解锁开了以后就可以转了。毕竟在人形做臂炮的时候，作为一个固定点，然后左右两个上下也可以抬，这里只是一个插点。本身来说，这两个炮管是用粉色的透明件做的，上面又上了一层漆，所以跟这样看起来的话，炮口这里的通透感会特别的好，非常的漂亮。可能稍微有一点点不太满意的就是后边会露着两个拳头。如果说能稍微的折叠收纳那么一下，能把这个东西藏起来，再把这两个金色的零件稍微的摆一摆角度，折叠一下的话，那这款会更完美了。然后这里会有4个支点，但只是一个假轮子的造型，所以这款坦克是并不能滚动的。那么我们直接来开始变形吧。首先把它的臂炮拔下来，靠这里2个凸点卡在这儿，然后脚丫子下方这里连接的卡垫拉开，整条腿跟这样先翻开吧，揭开这个盖子，胳膊左右两侧和大腿连接的地方打开，卸松掉，背后这块盖子背包拉起来，先翘起来一点点的边，然后我看了一下，这里边如果你是人变坦克的话，我建议把脑袋转一下。转完了以后，虽然说这里会露着一张脸在下方吃灰啊，但是如果说你不转脑袋的话，这个脑袋是斜着插在里边的，而且霸天虎的这个面具啊，会卡在这个边缘上，这里会稍微磨一点点边，所以你必须得斜着一点，那样摆起来我觉得不是很方便，所以转一下的话，您的脑袋就可以摆平了，而且不会露那个面具的边儿。变到这一步的时候，打开前方这里的一个卡扣，解锁它，先卸松，然后顺势要摆动中间的这一节履带，让开背包的位置，旋转到了横着一定的角度就可以了，主要也是为了挪开这一块的一个零件的转让空间，这个也是整个一个透明件做出来的，上的漆啊，所以小心一些。虽然说根部这里也是一个活的凸点扣子。好，在边旋转的过程中，把肩膀侧面的2节履带放上来，然后左右这里会出现一个滑道，把它缩进去，让这个胸挤窄一点点。同时这2个卡槽对准胸板的2个卡扣，锁就可以了。脑袋翻上来，脖子旋转180度，放到正面来。哇，这很有样了啊！打开2条胳膊，腾开空间，背后这里的背包旋转180度，然后做一个双关节的上提，提上来以后又有2个卡扣的位点等着你，锁上去，等于这一块等于是前胸板和后边的背包作为一个夹扣上下插合，把这一块完全的锁住，环环相扣的感觉很有味道。打开这边的卡扣，旋转上来，同时这方向的2个斜着卡扣啊，定好位置，让这个背炮摆成一个 V 字形，卡在这里，这也是很还原塔恩背后的背炮的立起来的感觉。这回就可以把腿翻直了，然后打开中间插着的扣子，2个脚丫子放下来。哇，这个是让人感觉非常惊讶的，就是
哎，你敢相信这一款上面竟然没什么头胶？这个太恐怖了！这要搁以前，这哪有这个板子？这后边整个是空的，大腿里边这里不给你掏出来那些内购的细节，不算罢休啊。但是没想到这一回啊，哇，这个完成度真的很高呀！腿360度转，看一下，没有任何的头胶，这一点，你敢相信这是韩日宝的东西？哇，太良心了！接着继续往上。手臂的部分变形也很简单，打开这个盖子，下方连接的卡扣，然后后方这里再打开，哎，把胳膊顺着这个关节拉出来，上方的履带180度折叠卡进去，这边的盖子再把履带盖上，哇，完整度就很高呀！这个盖子真的可做可不做呀，要搁以前的官方这一块肯定是不给你做的。但是它这个单独的盖子吧，你看在变成坦克形态下，它是在底盘下方的，也就是说坦克形态下用不到这个盖子，纯粹是为了堵这一节的肩膀外侧的窟窿眼。哇，盖板！好，胳膊摆到正确的角度卡上，然后手腕这个时候旋转180度扭到正确的面来，这一块的装甲从这里旋转180度卡到这面来，一条胳膊就变完。哇，这个完成度，你真的是官方的产品吗 ？Oh my god！ 另外的一边也是，我们来变形一下，很简单的一个过程啊，又很流畅，又让你感觉，你看这边这有头胶是不是？哎，给你弄个板子给你盖起来。最后把这个臂炮拿过来，臂炮其实有很多种的搭载方式啊，看个人的选择喜好。你可以把它转180度，插在任何的一个孔洞里都可以，也可以插这边，也可以跟这样插。你也可以把它拔下来，2合1套在一起，哪个在前哪个在后顺序无所谓，因为两边都有接头。也可以跟这样握在手里啊。千之恋的那个弹当时就有做还原出来这么一个造型。遗产线这边的一个新搭载方式，你可以通过这个接口把它放在背包上，肩炮背炮怎么理解都可以。对于弹的原作漫画里边的还原度也是相当之高的，背后非常的干净，非常的整洁，头雕这一块也是一个仿霸天虎的标志，眼睛的部分其实是一个透明架，从上方这里去透光。但可惜呢，这一回的面罩并摘不下来。如果说分得再细一点，能把这个面罩摘掉，看到里边的脸的话就更好了。可动的话，肩膀的这个位置会稍微的怪一些，感觉肩膀的这个轴有点稍微靠上了，但是瑕不掩瑜，活动的范围非常的好，该有的关节处理效果也都很棒，而且它竟然是可动手，虽然只是4指打开的，因为变形的需要，所以胳膊的这一段关节也是可以活动的，但是它是一个变形关节啊，摆可动作为一个辅助的。腰部旋转虽然做不了360吧，但这个转动的幅度也是很大的，会被后边这里的背包卡住一点点的边缘。裙甲方面做了单独的零件，所以侧踢的时候这一块三角区域会不同轴的转动，基本上可以踢到个70-80度吧，虽然也踢不平啊，会被这里卡到，但是也是够用了。前踢完全不影响，后踢也完全不影响，大腿根部左右旋转，因为前方这里会有一个小的造型零件卡住啊，刚刚好别在这里了。但外转的话，摆造型完全的够用。膝盖这里一段关节就可以折到90度以上，再加上变形的关节，它里边有一个卡扣啊，卸开以后双关节屈腿也能做到很大的一个幅度了。脚踝左右有接地，单独做的一个关节。所以哇，这个弹它除了没有弯腰以外，可动性也是相当不错的，再加上整体的造型做工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变形看似很简单，但也是属于那种比较高级的减法设计，零件转换利用率也是非常高的。第三方这边 MMC 的一个大比例和铁工厂的小比例，铁工厂那个主打的其实是它的合体晚点，但弹是一个问题最大的地方，就是肩膀里边
有一根特别细的连接杆，所以铁工厂那个地方咋说呢，比较危险吧。不过还好是啥呢？它后续的那个产品里边有带这个连接杆的替换件，再加上铁工厂在业内的售后口碑一直是很不错的，有问题换就行了。MMC 当时的那个呢，也是被我评价非常高的。当时我预定的价格可能也就是580来块钱吧，但是后来炒高了。在当时那个年代来说，已经是很棒了，无可挑剔。但可能也是一些细节做的并不到位吧，但也是瑕不掩瑜。可现在官方出来了以后，哇，低幼线，这可不是什么 MP、MPM， 不是什么大师级，就是在遗产传世进化这么一条8家线里边，能给你做出来完成度这么高的一款漫画角色的塔恩，太棒了！我甚至不敢想象这是如今孩之宝的产品。在成本控制这么尴尬的今天，还能做到这么良心、这么有诚意之作，没有什么偷焦，没有，几乎可以说没有任何的偷焦吧。偷也只是在这些一点点的小地方，可能后脚跟感觉稍微有一点点空，仅此而已。其他的地方你都看不到窟窿，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遗产传世进化这条线，其实说起来现在已经有点逐步回升的那么一个趋势，但成本控制在一些角色上边是非常的明显的。然而在这款塔恩上，我看不到任何的成本控制，这就是良心年代的良心设计的良心产物。做工这一款的产地也确实是越南，但这一回的越南代工手艺还是不错的，没有出现什么歪轴的现象，再加上料子也很好，摸起来的手感很不错，不会是那种偏软的料子，很厚实，哇，相当棒了。但问题就是这款塔恩现在也被炒高了。当时这一款的预定价格可能微级别吧，也就是不到200块啊，170左右。现在市面上呢，这个东西已经涨到了500多块钱。说实话，这已经跟当时的 MMC 那款的预售价格是差不多的了。这个我就不推荐大家现在购入了，再等一等。而且毕竟这个模具已经开了嘛，官方的量会很大的，不要想着这一批买完就没有了，它肯定会再版的。即使说不再版，将来也会出什么套装的，所以大家没有必要去追现在的这个热度，追现在的这个高。500多买一款这个微级别就不至于了。你真要说是100来块钱，或者说你当时预定的话，170、180左右就能拿下来，这一款是非常非常棒的产品，简直是神作了。抛开价格，单就从这一款的设计元素以及它制作的诚意来说，这是一款官方的大师级外的神作，相当的棒。我对塔恩的这个角色还是相当有爱的，而且非常的帅。如今官方能把这个角色诠释的如此之好，还原度高，两个形态兼顾的很棒，料子又好，可动很优秀，还没有偷焦。有啥这个车？如果说近几年的官方玩具啊，尤其在非大师级线里边，能称之为完美的一款作品，只有这款塔恩了。虽然说近几年玩官方的产品比较少吧，但是看到当时遗产线公布出来这款塔恩的时候，我第一眼就相当的喜欢它，这个就不能说看好了，要说看上了它，看中了它。也确实这款塔恩并没有让我失望，非常的满意。但终归来说还是那个观点，现在的价位并不适合购入，炒得太高了，但也没有必要，等等肯定会便宜下来的。曾经我在山猫号那一期的时候就说过，别怕它囤货，它迟早有囤不住的那一天，你忍住了别买就行了。这不嘛，那么高的价位的山猫号这不也跌到300多块钱了吗？很正常啊。当你熟悉了这些操作和套路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心仪的东西等一等会有好价的。另外就是一直说的这个镜头颜色发色的问题啊，在这款塔恩上边可能不是很明显吧，看起来也是紫一点点啊，不会像其他的颜色那么的偏蓝。但如果换成暖光的话，其实这个塔恩的颜色是这样的，这个面还是很紫的，所以呢效果来说非常的不错。所以总结的话，如果说满分是10分的话，我能给这款塔恩9.9分，
0.1分就扣在手上了。除此之外就是价格了，耐心的等下去，好东西大家都知道是好东西，所以价格肯定会被炒起来，这个是市场的规则决定的。当然如果你实在忍不住的话，我不差钱也就无所谓了，但500多块钱确实已经超出了它本身来说的价值，有那个钱你不如买一个 MMC 去啊。但是100来块钱的话，太棒了，太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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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哇，这竟然是官方！所以这就翻回来说，大情人节的说点掏心窝子的话，不是我对官方有什么意见，是因为那些产品出的一年不如一年，一代不如一代，一个系列不如一个系列，让这些老玩家的心就慢慢的变凉了下来。因爱生恨吧，但是当你出了一款绝对可以把这些老玩家的心笼络回来的产品的时候，那些老玩家还是会义无反顾的。这款坦恩就是一个最鲜明的例子，有它的7、8成甚至6、7成就够了，我们这些老玩家对于你的热爱还是不会变的。就一个点，没偷胶啊，该堵的窟窿全给你堵起来了，拿起来这东西是个玩意儿。你如果把所有的东西都做成这个素质的话，你何必裁员呢？所以现在啊，官方的高层很多的决定啊，它其实都是本末倒置的。玩具的销量不好，大量的积压库存，不是因为现在的成本太高，也不是因为你的管理阶层的人，或者说你其他的方面的销售渠道不给力，是因为本身的东西不行，而根源又出在了成本的压缩，还有售卖的渠道一次一次的不透明，导致市场混乱，这是关键的因素。不是说几个 KO 几个第三方就能撼动你海之宝大 IP 的这个地位的。只要你拿出诚意来，只要你拿出来当时在10年前20年前应该有的那些素质的时候，这些玩家在当年都是那么过来的，他们都是你的忠实拥趸。所以通过这款坦恩，也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吧，只要你把产品做好了，不怕卖不出去。这个东西抢手到了已经涨了3倍到4倍的价格的时候，可以说现在市场上面是一盒难求的，这就是一个空前抢售的画面。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它做的太优秀了，没别的。你如果款款都能做成这个样子，又何愁销量打不开呢？又何愁会积压库存呢？所以事实就是这么个事实，可能咱也没在人海之宝高层的那个圈子里边吧，不知道这其中混杂了多少其他的关系啊。所以就以一个玩家的视角来看，我们还是希望产品的素质越来越高的，别让自己心里最后的那点热爱或者情怀慢慢的变凉吧，就是这么点事儿。也希望官方早点能参透这其中的道理啊，把根本的问题解决了，其他的事情一切都会顺畅的。那么得嘞，这一款遗产线传世进化的神作坦恩就是这样了，完美。